男人将自己的私生女带回了家，看到小女孩的肤色后，叔父和他的妻子都无比的震惊。Her mother is dead. I beg you, uncle, love her as I would were I here, and ensure that she is in receipt of all that is due to her as a child of mine. That is simply impossible. What is right can never be impossible. She is black. She is my blood. But she is black. A detail you chose not to share with us. In a few hours, I am to captain a voyage to the Indies on a longitude experiment. After that, who knows? Do you have in mind my position, my reputation? Sir, I am the Lord Chief Justice. Have some sense of propriety, boy, and understand what it is you are asking. She is a mulatto. 但叔父的妻子看到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孩，瞬间心软了下来。她询问了女孩的名字，男人告诉女孩，他爱她如同爱她的母亲那样，但由于军令在身，他不得不再次奔赴前线。他亲吻了女儿，带着许多不舍离开。女孩名叫贝尔。父亲离开后，大法官安德雷先生和他的夫人十分疼爱地照顾着贝尔。一生未生育的夫人还收养了另一个侄女露西。两个女孩在他们的一视同仁下，衣食无忧的健康长大。表姐露西也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但由于传统根深蒂固的思想，庄园里一旦有了来客，贝尔却不能出现在餐桌上，和客人们共进晚餐。这天，安德雷将贝尔叫到书房中，告诉了他一个噩耗。原来，贝尔的父亲不久前战死沙场，但他把自己所有的家产全部过继给了贝尔。正当贝尔无比的悲伤之时，露西对他说，虽然贝尔没有了父亲，但他拥有了数不清的遗产，而露西的父亲到死那天也不愿承认他的存在，因此他一无所有。这天，安德雷在家中招待了菲尔曼公爵一家，餐厅烛光耀夜，露西愉快地和公爵家的大公子亨利交谈着，而贝尔只能独自坐在会客厅里。晚餐结束后，客人们陆续来到会客厅里。公爵夫人第一次看到贝尔，嘴里不禁念叨着 I had no idea she'd be so black. 安德雷却大方地介绍着贝尔。露西骄傲地对贝尔说道，公爵的大儿子亨利会继承他们家的大部分遗产，而他似乎对自己也十分感兴趣。另一边的亨利无比地歧视贝尔，但他的弟弟查理却认为贝尔很迷人。查理的目光一直游走在贝尔的身上。查理的母亲看着儿子不同寻常的模样，她慢慢走到查理的身旁，警告着他 You will refrain from any intercourse with the Negro. Fine. She is an heiress. Although exceptions can be made. It is said her father left her a rather vast fortune. I mean to say, if that is your inclination. She is rather soft on the eye. I have thought no further of it, Mamma. Where do you get your information? Her sister cousin has a rather fast tongue. 然而贝尔不知道的是，安德雷身边的一个名叫威廉的小助理一直在关注着他。威廉看他的眼神温润，没有丝毫的传统气势。他告诉贝尔，安德雷和他正在处理一个案子，就是闻名世界的桑格号事件。一轮船公司为了骗保，将船上的132名黑人残忍地杀害，并谎称是因为在航行途中缺乏淡水，导致那132名劳工染伤重疾身亡。贝尔听后十分的震惊。威廉并不相信这样的事实，他为那132个无辜的生命感到心痛。贝尔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皮肤，想到刚才威廉的一番话，他忍不住的泪流满面。隔天，贝尔找到威廉，他拜托威廉一定要将真相公布于众。他期待着正义来临的那一天。当安德雷得知威廉将他们正在处理的案件告诉了贝尔后，安德雷愤怒不已，他当即决定解雇了威廉，并警告他不准靠近贝尔。威廉在离开之前对安德雷发出灵魂拷问，你最疼爱的宝贝养女，你却偷偷藏着不让她社交。我只是一个卑微的牧师之子，但是我觉得你不让她上桌用餐，让她长期保持封闭，你这样的做法和桑格号上那些只值30块的劳工们一样，你又高尚多少呢？正值青春年华的贝尔，虽然他身价不菲，但他黝黑的皮肤让他在任何场合都被排挤在外。安德雷也明白贝尔身份的尴尬，他非常的疼爱贝尔，但又十分的担心他的婚嫁问题。上流社会的人家不会娶她，卑贱的家庭又高攀不起，甚至安德雷都已经打算好，如果贝尔终身没嫁，他会把自己的庄园留给他来打理。不久，在菲尔曼公爵夫人的邀请下，露西和贝尔来到他们的庄园做客。查理一直对忧郁的贝尔十分感兴趣，对于这个备受争议的女孩，查理询问着父亲对贝尔的看法。菲尔曼公爵意味深长地回道，那得看他拥有多少遗产。有了父亲的支持，查理便对贝尔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可哥哥警告着查理，
让他时刻注意自己的声誉。查理并没有理会哥哥。就在当晚，他迫不及待地向贝尔表达了他的爱意。就在他们欣赏浪漫的烟花之时，贝尔再次偶遇了约翰。这一幕刚好被露西看见。贝尔询问约翰桑格号一案的进展，并称如需任何帮助，他会义不容辞地支持约翰。1个月后，在得知贝尔拥有数额庞大的遗产后，查理郑重地向贝尔求了婚。贝尔也不想孤老终身，加上菲尔曼公爵一家社会地位显赫，也许有了这样的婚姻，贝尔的人生也会随之步入正轨。贝尔当场便答应了下来。另一边，贝尔也在时刻关注桑格号案件的进展。当他收集到出事的那艘船只在航行过程中经过了5个补给站时，淡水缺乏的理由便不攻自破。贝尔迫不及待地出门，想要将这样的证据交到约翰手中。经过车夫的多方打听，他们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了约翰。然而城中并没有可去之处，他们就在马车上探讨起了案件。约翰被贝尔的勇敢和机智所感动，在送贝尔回家的路上，他们第一次畅聊了起来。贝尔不解，为何没有嫁妆和遗产的女人只能靠男人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自己拥有财富，也有那么多的条例来约束自己。他答应了查理的求婚，并不是因为爱，而是终于有一个白人不嫌弃自己。他一时感动之下就答应了他。约翰突然显得有些落寞，他劝说贝尔，自己一生的幸福一定要再多去了解一下查理。在谈论结婚的事情，另一边的查理哥哥亨利一直不满弟弟的遮装婚事。他在一次外出游玩时，找到机会对着贝尔就是一顿羞辱。 You haven't snared my brother. Tell me, are you to share his dining room as well as his bed? Oh, Mr. James, your manners are as poor as your brother's finances. I have no further use for your impoverished cousin. Though she does make for rather amusing sport. 正在这时，贝尔却看见不远处的查理，背着他却和另一个妙龄少女暧昧的打情骂俏。贝尔欲上前去质问查理，不想亨利却暴力抓住他的手臂，并把他的手伸向贝尔的下身，十分嫌弃地辱骂着他。贝尔被亨利的粗暴的举动吓得呆在原地，想到一心念着亨利的表姐，贝尔也不想表姐嫁给那样的家庭。他将亨利没有任何教养的事情讲给了露西听，可露西却无人为贝尔有私心，不想他嫁入豪门。他毫不客气地还击着贝尔。 The brother of the man you are to marry is not appropriate for me. He does not desire you, Bet. Or at least, even if he does, you would regret such a mistake. Laid his hands on me, Bet, in the most ungentlemanly fashion. Why should you say such a thing? He hurt me. You are a liar. You are beneath him. I am beneath him. Yes. Yes. You are. What? Tell me what I am. You are illegitimate. 原来在最亲密的表姐心里，自己的身份也是如此的不堪。贝尔深受打击，为了维护有色人种的尊严，贝尔更加频繁地和约翰见面。不想这天，安德雷发现了他们的交往。安德雷提前一步上了贝尔的马车。当约翰上车时，安德雷再次警告着约翰，他认为这样的约会会坏了贝尔的名声。不想约翰并没有惧怕，他有力地反击着安德雷。 The entire world as those above and those below and begin to see people as people. Human beings who think and feel no more or less than you do. I know there is a lady in Belsize who is waiting to be your No, wife. I have an ambitious aunt in Belsize who, like you, assumes that wealth and reputation are all that life depends on and despises love as though it were the devil's own creation. Love! You claim love! Yes! Yes! I love her! I love her with every breath I breathe! 在争执过程中，约翰掷地有声地表达了自己对贝尔的爱。回到家的安德雷也在传统和不公正、灭绝人道的法律中苦恼。妻子的一番话让他陷入了深思。妻子说：“我们都在权贵中保全地位，却忽视了所有人类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所有人都忘记了初心。我们视贝尔如己出，我们应该勇敢地为他们做出公正的判决。”隔天，贝尔便决定取消和查理的婚约。查理的母亲暴跳如雷，并再次用他的肤色攻击着他。然而贝尔却有力地反击道：“我的肤色并不是耻辱的事情，最让人耻辱的是，你们的毫无风度和实力，并没有真诚对待过身边的任何人。你们并不高人一等，我也不比你们低人一等。”看着勇敢的贝尔，安德雷瞬间放下一切包袱。在画师为贝尔和露西的画像中，本来贝尔是跪在露西身边的原著，安德雷让画师修改为他们平起平坐。
1个月后，露西得知亨利迎娶了另一位富家女，她才理解了贝尔的良苦用心。两人冰释前嫌，贝尔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赠予了露西作为嫁妆。在那个拥有嫁妆才能得到好姻缘的年代，这无疑让露西有了更多的底气。而桑格号审判期也如约到来，庭审现场，贝尔乔装打扮混进法庭。当时的英国一直是贸易第一，他们并不会去在乎黑人劳工们的权益，因为贝尔的存在，皇室对于作为审判长的安德雷是否还能坚持贸易第一的原则感到质疑。安德雷对于这一场审判陷入两难之中。这一天，各大报社都在关注案件的审判结果，哪怕大家都深知那132名劳工都是被无辜迫害。最著名的律师一口咬定劳工们是疾病缠身，相互传染而亡。但面对正义者所提供的有力证据面前，安德雷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宣判本案骗保成立，劳工们都是被人为的水淹而死，并大声说出奴隶制度早该废除。庭下的贝尔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安德雷明白，只有约翰才是真诚对待贝尔的男人，他不再反对他们的交往，并重新收下约翰为徒。两个年轻人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为爱紧紧相拥，